穆总，那个黑金国际的幕后掌权人至今还未露过面。依我看，此次商战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穆老爷子可是成了精的人，有他在，咱们穆氏输不了。那是自然。我爷爷叱咤商战50年，从未打过败仗。黑金国际，我看你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喏，好戏开场了。高处不胜寒。这盘残局百战20年，上一个挑战我的，在商界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年轻人，不知道你在我手下能过上几招？穆老，暗里斗了这么多年，您老可得保重身体，免得一会血压飙升，我还得送你去医院。老师若权。牙尖嘴利，棋局如战局，商场战场。年轻人，爬得太快不是什么好事，爬得越高，摔得就会越狠。就像这下棋落子，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否则的话，满盘皆输。哎呦，你反超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站得越高，风景越好。我还年轻，身体经得起折腾。若是穆老摔了下来，恐怕会要了半条命。哎，白话怎么又破产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出言不逊，爱逞口舌之快。年轻人还是太气盛了。有股闯劲儿固然是件好事，但话不能说的太满。话说多了，容易闪着舌头，恐怕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清楚。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对了，穆老，忘记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世间万物，无论何种，终有漏洞。棋局如此，人亦如此。穆老，大局已定，你输了。太不可思议了！牧师50年的神话破灭了，黑金国际登顶，海城的商界要变天了。晚，我们走。先生果然是大才，真是后生可畏啊！这商界的第一把交椅交给你。穆老，名利只是身外之物，我只是喜欢挑战，我要去忙了。这小子，如果有机会的话，真想看一看他是什么样子。少爷，黑金国际已坐上了海城商界的头把交椅，您的身份应该公之于众了。还有，上京4大家族，还不着急，我想给佩佩一个惊喜。我隐藏身份这3年，佩佩从没有嫌弃过我，是时候向她坦白一切了。我要让她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集团，你再照料一段时间，先回去吧。是。10年了，4大家族，你们也该做个了断。爸，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做完饭你不看路了吗？不好意思，我太着急了。着急？我们集团分钟上百亿的生意，耽误的时间你赔得起吗？算了，我你这个数据有很明显的漏洞，怎么不处理？漏洞？你什么意思？我真是服了，你一个送外卖的还看得懂数据？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耽误我们穆总的时间。我好心好意的。行，算我多管闲事，但我话放在这儿，你这块业务3天之内必爆雷。神经病啊！一个送外卖的白水分。刘部，我想听听你解释，
可以给你钱。嘿，不是不让我说吗？穆总，这一看就是来骗钱的。穆氏集团已经跌落神坛了，你怎么还说闲事儿？这张卡里有50万，换你1分钟。看来这个女人就是你来的孙女，有点意思。既然你如此有诚意，那我就……你们这块业务我关注过，但很明显，这份数据漏洞百出，跟资金投入完全合不上。很明显，这是一份数据作假的报告。到现在，如果你还没发现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公司内部有人捣鬼。一派胡言！你不过看了一眼而已，怎么可能分析出这么多？穆总，我看他就是奔着骗你钱来的。谢谢，我会核实的。这个钱你该拿。要我说啊，还得是你有脑子，分得出轻重，不像某些人。总之，谢谢你的50万，走了。穆总，你能不能别任性了？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怎么了？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无可能。现在穆氏被抄，我不甘心。任何可能威胁到穆氏的问题，我都要查。爷爷，对不起，我来晚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您怎么会输呢？雨禾，爷爷老了，以后穆氏集团就全部交给你了。黑金国际，我不管你背后是谁，穆氏的账必会账。什么？好，我马上禀告穆总。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不好了，穆总，集团新开的板块在数据上突然出现漏洞，连连亏损，所有股东现在正堵在穆市长您要说法。什么？竟然真的让他给说对了。穆总，要不还是赶紧去请穆老吧。不行，爷爷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可是，别说了，调动集团的信息网，把那个送外卖的给我找出来。穆总，您真有福气，这妞真是极品。一般。哎呦，霍总，你瞧瞧你，非让人家做这个一边一边的东西，多害臊呀！哎，佩佩，你身材这么好，奖励奖励大伙怎么了？别那么小气。哎呦，真是的，那我奖励他们，你可要奖励我哦。别着急，你的奖励马上就到。打扰一下，电话打不通。这震动棒谁买？佩佩。放手！给你脸了是吧？敢胁迫老梁？佩佩，他们对你根本就没安好心。哦，你是佩佩那个废物男朋友是吧？巧了，哦，送外卖的。怪不得底层垃圾总是把人想得肮脏不堪。我想，你给佩佩买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哎，没什么意思，找点刺激嘛。怎么，犯天条了？你正义使者呀？我们想怎么玩，还用向你汇报吗？洪峰真是不长眼啊！人家郭总可是黑金国际的总监，像他这么优秀的人，能有什么坏心？他是黑金国际的，像你这种底层臭屌丝，永远不会知道黑金国际总监是什么概念。哎，这么跟你讲吧，我干一单生意，几千万到手了，你送一单外卖，几块钱，这就是差距。只要我动动手指，你工作就没了。还真是大意，竟然让你这种人进来。你什么意思啊？黑金国际你说了算啊？没错，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失业。佩佩，你在哪里找的男朋友？敢说这种大话？脑子受了刺激，发癫了吧？佩佩，你踹了他，跟我们郭总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就这种社会低层的垃圾，根本配不上你。我正有此意。我今天是准备向你求婚的，不信你看，这是我都为你准备好了。哦，我要是没记错，这应该是价值几个亿的明珠之心。你一个底层送外卖的，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重的饰品啊？对吧？你让人臭小子骗了。讲也是假的，因为我刚才激动了一下。左凌峰，
没钱就算了，你还满嘴谎话，老梁当初真的是瞎了。我给你保证，这戒指货真价实啊！你看，别装了，像你这种底层臭屌丝，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哎，哥几个，今天还没热身吗？去练练手。我来，我吹，这我啊，谁他妈是老子？给我住手！郭总，这怎么回事？他们是谁？老子是黑金国际总监的，你个臭娘们敢跟我动手，你疯了！你再打我一下试试。找帮手是吧？我人在，撤！这明珠之心竟然是真的，这个送外卖的果然非比寻常，他身上一定有秘密。真没想到，我楚凌风也有看走眼的一天，真是可笑。不过是个不识货的女人罢了，你这样不值得。谢谢你。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的人？因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人。这份合同价值500万，签了吧。这是你送10辈子外卖都换不来的价格。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我想请你做我的首席。这穆雨禾倒是个聪明的女人，眼下不宜公开身份，进入穆氏倒也是个很好的掩护。但是总得对她考验一下。请我做顾问，就这价格？你在侮辱我！送外卖的，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要不是穆总可怜你，否则以你这种身份，给穆氏刷厕所都不够资格。我楚凌风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500万还是留着你自己填窟窿吧。等等，你可以开价，只要合理，我都可以接受。穆总，他就是坐地起价，这种人心术不正，进了穆氏恐怕会闹出大事儿。别说了，开价吧，5000万。你想要5个亿？错了，是500亿。让他们都下去吧，这件事跟他们无关。你搞什么？他们这些人都是直接负责项目的核心人员，你连问都没问就说和他们没关系，你不长脑子！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穆氏会输了呢？没想到穆老经营了一辈子，你们这些后辈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什么意思啊？你在侮辱我们穆总吗？废话少说，把你那拍马屁的本事用在工作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烂摊子。这就是你们穆氏处理事情的态度。让他们都上来吧，躲得过初一，躲得过15。我去。穆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避而不见，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有没有把我们集团股东放在眼里？今日我们2人前来，是代表集团的所有股东，您必须给我个交代。2位稍安勿躁，这件事情确实反常，我们也还在调查当中。调查？知道收了多少钱吗？你该不会是耍我们？难不成穆爷子退了？穆氏集团垮了吗？穆氏垮不垮？你们说了还不算。谁呀？目中无人，还真是自大。穆老退了以后，你们就乱了方寸，怪不得你们穆氏会出岔子。我看你们啊，也只是会乱叫的无能之辈罢了。你是什么人？那可是穆氏集团首席卫领，赶紧给我滚开！一张座椅而已，你紧张什么？还是说你觊觎此位？穆总，这谁呀？怎么什么人都往公司里赶？没错，我们聊的可是集团的商业机密，怎么能让一个不能小卒就参与进来？穆总，你也太不往我们痛了点。不论前因后果就乱扣帽子，看来你们真的是很急啊！废话，当然着急。穆氏集团出了问题，收的是我们的钱，我们钱大风刮来的。小子，赶紧给我滚开！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穆总是什么关系，但是今天
没有你说话的权利。谁说他没有这个权利？给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首席顾问，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不是你穆雨禾没有什么能力啊？找了一个下等货，真当我们那么好骗？穆氏集团就从来没有什么首席顾问这个职位哦。您穆总今天是开了先河了呀！啊，这要是传出去，偌大的穆氏集团请了这么个无名小卒来当顾问，嘿，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呀？两位老总，穆总他也是想解决问题，否则也不会出此下策。下策？连你都知道是下策，他穆雨禾不清楚吗？我看他就是想让穆氏集团土崩瓦解。你们说够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说想解决问题，却不让人家开口说话，到底想干什么？穆雨禾，我们是看在你是穆老孙女的份上喊你一声穆，但要论资历，还差着远呢。没错，我们是穆氏集团的功勋元老，跟着穆氏集团拔地而起，论资历也算是你的长辈了。怎么说你两句还不耐烦了？这就是穆老，真优秀。如果雨禾刚刚有所冒犯的话，在这里给二位赔个不是。之后的问题呢，咱们还要一起面对，希望能与二位同心协力。穆总，你不必跟他们道歉，该道歉的是他们。小子，好大的胆！就算是你是什么首席顾问，充其量也是个臭打工的，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今天穆雨禾必须给我们道歉！你笑什么？我是笑你们太过着急了。你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换作是你们的话，我现在就会陪着穆总把项目给做好，以免以后项目出了什么纰漏，穆总碍于情面也不会过多的追究。哟，我们对穆氏集团忠心耿耿，能有什么纰漏？从我一进门开始，你们就论资排辈，到处挤压。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吧？我劝你们还是从实说来。若是被我戳破，你就往像吓我吗？真是笑话！这穆氏集团的结构纷繁复杂，你才刚刚进入集团，股东的名字你都没认全呢。就算我们有什么秘密，你配知道吗？你错了，海城商界谁起谁落，谁亏谁赢，我全都知晓。特别是你们穆氏集团，我更是了如指掌。黄口小儿，大言不惭，恐怕除了黑金集团幕后掌权人，没人敢这么说话。那可是妙让人失望了。都说人越老越精，可你们的手段却如此的拙劣不堪。我要是你们的话，我就不会使这么卑鄙的手段，更不会急于一时。我明白了，你们照你这话里话外，是我们损害集团的利益了。这可是你们说的，谁心里有鬼，谁自然清楚。你项目的所有数据我都看过了，资金的投入、项目的预期，一切都非常完美。穆总的眼光也的确够长远。若是项目发展顺利的话，后续的收益不可想象。但是架不住你们居然有人居心叵测，穆老只不过输了一局而已，你们就想着谋朝篡位，一步走错，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你们自己看看。楚先生说吧，茅塞顿开，真是年轻有为啊！是啊，是啊。我刚刚是我们冒昧了。对。如果说这个穆总既然没出问题，说明这个穆氏还有救啊，还有救啊！那我们就静等穆总的好消息啊！我们就告辞了，告辞。穆总，损失止住了。看来你猜测的没错，我就说怎么爷爷一退位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果然是那两个老东西搞的鬼。你这次表现的不错，看来我的钱没有白花。只是，为什么你要拦住我，不让我拆穿他？看破不说破，都是你们棋子。他们只是浮在水面上，真正的幕后黑手才令人气愤。明日的商界峰会，你随我一起去。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可得为我好好办事。少爷，这是郭浩的资料，
他父亲是海城三巨头郭氏老总郭彪，为了让儿子能够进入黑金集团，他可是下了血本啊，把整个郭氏的命运全部赌在他的儿子身上。也就是说，郭氏的生死完全掌控在咱们手上。我知道了，明天的商界峰会是不是由他全权负责？是，当时郭浩得罪了你，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他撤走？不必，就这么安排。趁此机会，我正好看一看我们内部究竟有什么问题。自打黑金站上海城之巅，上京方面可能有所察觉，我正好借着进入穆氏的机会纵观全局，恐怕穆氏出事没那么简单。您说上京的那些老家伙们可能发现了您的踪迹？不可能，就是不知这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他们的野心不单单是我。请方总消息，我的存在不要走漏半点风声。是。10年上京的老东西们，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这笔账我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呀？这就是你不自量力的后果。为什么？为什么？教官不会自己目中无人，即便是你天斗奇才，可上京商界仍不能处事一家独大。我楚家已将龙头之位供出，所有家产都付之一炬，你们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害人性命啊？哈哈哈哈哈！楚家不灭，我们4大家族可以安心。来人，动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好好记住你们的脸，今日我若不死，他日定当加倍奉还。少爷，少爷，听闻最近海城闹了不少动静，商家改朝换代，穆大钱这个老家伙已经退位了。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倒是有几分当年的压迫感。多虑了，上京楚家早就被我们赶尽杀绝。如今过了10年，楚家那小子根本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了。不可大意，一日如他音讯，我等就一日不得安宁。100年难得的天纵奇才，断不可能就是任命。莫要担忧，正所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对吧？我们上头可是还有位高深莫测的高人，海城商界必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喂，我到海城了，我让你办的事情有眉目了吗？都准备好了吗？上次的事儿啊，咱们已经很被动了。等以后沐雨河那丫头翅膀硬了，我们在集团就很难容身了。哎，放心，我都已经查过了，楚凌风这小子呀，就是个送外卖的。不过沐雨河这丫头还真会整事儿，那天把我们俩给唬住了。无妨，但是这事儿啊，不能从我们嘴巴说出。我了解到。这个楚凌风跟郭浩是有过节的哦，若是让郭浩挑明，哎，我们再顺水推舟，表明立场，以后在黑金集团就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哎呀，那咱们也能见一见黑金集团的幕后掌权人了，一飞冲天，指日可待。
黑金国际代表团入场。哎，没掌声的吗？我黑金代表啊！还要掌声啊！哎呀，郭总久仰久仰，我二人是穆氏集团的代表，如今黑金集团做大，以后还望多多照顾呀。郭总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身旁还有家人相伴，看来黑金国际对您是十分重视啊。我们海城商界又要崛起一位新星了。二位老总过奖了，早有耳闻啊，今天第一次相见，也是我郭浩的荣幸。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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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氏代表团入场。郭总，这不是那天健身房的那个？周长成员，你们到的可真够早的呀！亏我还等了你们那么久，这爷爷一退位，你们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穆总，误会了，我二人并非对您不敬啊，我们只是过来探探情况。也对。这往年的商界峰会呢，都是我穆氏坐庄，这冷不丁的换了个位置，你们确实得花点时间适应一下。哟，郭总，你看，这不是那天健身房那个多管闲事的大姐吗？难怪底气十足。穆氏集团的长公主穆雨禾，郭浩，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办好你的峰会吧，我怕明年啊，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妈的！郭总，不用理他，像那种手下败将，你就只剩一张嘴硬了。这个贱人，你是疯！这杯水呢，是泼你对我大言不惭，你摆正了位置再跟我说话。至于这一巴掌，是对楚凌风不值。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就该打。亲爱的，你的女人遭欺负了，你管不管啊？穆雨禾，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这是黑金国际，我说了算，我随时能把你扔出去。你是在威胁我吗？我是输了，我心服口服，我穆雨禾输得起。但轮不到你这样的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能跟你说话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别得寸进尺。没错，越是跳梁小丑，越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凭你们，也配打着黑金集团的名号？楚凌风，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保安，保安，怎么办事的？啊！我让你放人，你把狗放进来了。可是个屁！滚！我邀请的，有意见？哦，难怪你刚才特意说了一句楚先生，原来说的就是这个废物。管好你的嘴，刚挨了一巴掌还不够是吗？好，穆雨禾，没想到你会对这种货色上心。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多管闲事呢，没想到你是真跟他有一腿啊！郭浩，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郭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这位可是我们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他首席顾问，他楚凌风何德何能，能成为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这话什么意思呀？贝贝，他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来，见个他们亲。这里。他楚凌风是我的前男友，一个送外什么送外卖的？哎呦，难怪我就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呢，真相原来是这样。哎呦，穆雨禾，这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
送外卖的怎么了？身份不分贵贱，只要他能给集团解决问题，他就是穆氏的人。好，哎，穆雨禾，按照你说的，什么扫大街的、刷厕所的，都能去你们公司当个顾问。你真是一个大善人呐！穆雨禾，枉我们股东对你这么信任，你就找这么一个窝囊废来糊弄我们，该不会……周总，你别太过分了。别人不相信穆总也就算了，连你都这么说吗？有什么不能说的啊？他穆雨禾都这么不要脸了，我们俩这张老脸要他还有什么用？你们两个啊，在这装什么惊讶呢？演的还挺逼真的，我差点就信了。你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派人跟踪我、调查我吗？我送外卖的事，你们应该早就知道了，还在这演得这么震惊。我怀疑你们两个呀，是不是提前和郭浩商量好了？你血口喷人，我们没有调查。你们还真以为我在海城没有眼线啊？哼，这个守凌风，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就你这种屌丝也会有眼线？刘佩佩，你还是真的蠢啊！我送外卖的事情不就是你告诉大家的？跟你说实话吧，海城所有的外卖公司都是我开的，3万个弟兄，我只需要打1个电话，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把资料送到你面前。当然了，包括你贪污了穆氏多少钱去赌博，还有你晚上上了谁家老婆的床？周长，你他妈敢绿老子！陈总，你听我解释，这照片都是合成的，他挑拨离间他。更何况你不是也拿公司钱赌博吗？赌博？一个趁人家不在爬上人家老婆的床，你们两个还真是臭味相投啊！我就说项目怎么会出现问题，原来绝非巧合。你们两个能在穆氏，真是穆氏的。哎呀，穆总，你听我解释，这都是那小子胡诌的。对，这照片一定是假的，这是。诺安，把他们给我带回公司看好了。你们吃了公司的每1分钱，我都要分毫不差的让你们吐出来。来人！为什么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真没有。身为棋子还不自知，真是可恶。哎，楚林峰，我真是小瞧你了。今天这个事儿呢，算是你们穆家的家事啊，就当给大伙儿当个笑话了，是吧？啊，不好，我这个人锱铢必较，只怕过一会儿你也会沦为笑话。不是，哥们儿。开国际玩笑呢？就你那点手段，根本就威胁不到我。且先不说我在黑金国际身居高位，就我身后的背景，你和你都无法伤我分毫。你背后的背景，我还真是好奇呢。不知者无畏。海城除了穆氏、黑金，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益体，这个利益体与你们穆氏不分上下，那就是海城3巨。海城巨头。赵氏、袁氏代表入场。今日可真是热闹，这赵氏、袁氏的老总都来了，怎么不见那个郭氏的老总来啊？不知道，恐怕呀，事情没这么简单。诸位啊，不用疑惑，我就是郭氏的继承人。我爹是郭彪，所以郭氏未来的继承人。什么？郭浩是郭氏集团的未来继承人？这真是深藏不露啊！他在黑金国际身兼巨职，这下郭氏集团又要一飞冲天了。杨文叔叔，好久不见呢！贤侄好风光啊！今日我们2人可是特地过来给你捧场的。后生可畏，我们海城3巨头今后还要多多倚仗郭氏，多倚仗贤侄你啊！看着了吧？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如今我郭浩背后有2座大山。你们拿什么跟我斗？哎，小姐，哎呀，段小姐亲临海城，郭某人真的是受宠若惊啊！哎，只是不知老爷的身体近来可好啊？
郭总，待客的茶叶、沏茶的火候可都是有讲究，跟我们上京段氏做生意可要注意分寸。没关系，既然有合作，你就是自己人。只不过以后这种俗品就别拿出来现眼，否则丢了你的脸面事小，我们段氏可丢不起这个人。哦，是，段小姐教训的对。哦，我这就给您换一杯。不必了，今日前来除了合作，还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可否见过？不知此人跟段小姐您是？该问的别问。对，段小姐实在是抱歉，此人我实在是没见过呀。什么？竟有此事？郭浩，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在海城商界还轮不到你说上半句话，和你斗，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郭浩，即便你是郭氏之子，你现在还在黑金集团麾下呢。你出来打着集团的名义耀武扬威，你们程总知道吗？哎，这屌丝还认识程总，他拿程总过来压我。哎，今天商界峰会就是程总给我的，今天在此，我说的话就是程总说的话，我的决定就是程总的决定。你少在这得意忘形了。我穆雨禾代表穆氏向海城三巨头、向黑金集团正式宣战。穆总，话可要想好了再说，千万不要祸从口出啊！年纪轻轻，口气倒是不小。穆雨禾，于我们而言，不过是初出茅庐的菜鸟。你穆氏之所以能统治海城商界50年，是因为穆老。如今穆老已退，穆氏体量大幅缩水，风光早就不在了。穆总，切莫冲动啊！如今穆氏元气大伤，不宜再次开战。楚凌风说到底不过是个外人，为了他不值得。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冲动行事，也不是为了某个人，这是我穆雨禾的意思。这海城商界的第一把交椅，我这穆雨禾该不会是疯了吧？穆氏虽说体量大，但也不复往日风光。穆老爷子50年风光，看来要被这孙女败坏。穆氏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下啊，可有好戏看了。都听到了吧？成王败寇，在海城商界地位，穆雨禾，我不管你和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今后你们都要在我脚底下活着。郭浩，其实你呀是个人才，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只能往下看。什么意思啊？因为狗眼看人低。楚凌风，逞一时口舌之快，算什么男人？就算你有点本事，充其量也只是个底层的小老板。说到底，也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屌丝。想要压我的郭总一头，你还不到这个火候。做了什么狗屁顾问，你就以为自己起飞了？穆总我都不放在眼里，你算老几啊？你去问问你们程总，你给我滚下来！那可是程总的位置，旁人坐上就已经大不敬了，你还敢用脚踩？一张破椅就让你们如此紧张，看来你们对程岩倒是怕得很呐。放肆！程总可是黑金国际的头把交椅，整个海城商界的门面，只有他能直面那位逆天的幕后掌权人。你如此不敬，是不想活了吗？你不过是区外卖公司的老板，若不是穆氏带你入场，你真以为你有资格和我们针锋相对吗？滚下来！漂亮的小丑，不知道天高地厚。楚凌风，真的没想到你的死期来得如此之快。愿在你我之间有过一段，你放心，你死了之后，我会给你烧纸的。楚凌风，你赶紧下来呀！虽说我要跟他们开战，但是我穆氏要做的光明正大的。今天是黑金的主场，这手做就是规矩，咱们不能坏了规矩。规矩？算你识相，想必是吓破胆了吧？穆总，接下来不要眨眼睛，我要让你意识到你的钱。既然你们如此看重这首座之位，我楚凌风今日就送你们一份大礼。楚凌风，你怎么又上来了？你想干什么？今日我楚凌风就在这儿破了你的狗屁规矩！
林峰，你疯了！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吴昊，你担心的是你自己吧？你为程岩精心准备的一切被我搅乱了。说到底，你是负责人，最后这责任还是会落到你的头上。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郭大少爷也会有怕的人呐。玄侄，我们今日可是过来给你捧场的，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可不能摊到我们二人身上啊！老赵，这孩子心里有数，孰轻孰重拎得清。你们这海城三巨头可真有意思，有利可以共享，有难就各自为营，还真是让穆总，楚林风闹得这么大，看来这次穆氏是彻底与整个海城商界为敌了。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出手了，我担着。穆雨禾，你们穆家当真要把海城商界捅个窟窿不成？你今日与我们为敌，我就怕你接不住啊！国浩，只怕接不住的是你嘛！我先前就跟你说过，我这个人锱铢必较，你先前惹了我，你就别想全身而退。这他妈是我的地盘，不能让你在我的场子打了我的脸！二两子，把在场姓穆的都给我捞出去！好啊，好啊，程岩，你可看清楚了，这就是你调教出来的属下，威风的很呐！楚凌风，你在干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哗众取宠？哗众取宠的是你们！成儿，那么来这么早啊？这峰会还得等到才开始呢。早。我要是晚来，这峰会恐怕是开不了了。我把这件事交给你，是给你爸面子，是给你一次机会，你就给我办成这样。确实发生点意外，但我也没想到啊。意外？你当我是一个傻子？你刚才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程勇息怒，刚刚呢确实出了点意外啊，在场的诸位啊都可以证明，郭贤侄确实是尽心尽力，并不是有意为之啊。我问你了吗？黑金集团的事和你赵氏有什么关系啊？这是黑金内部的事情，不要插手，静观其变就好。我今天就是要插手黑金内部的问题，我倒想看看我这个跳梁小丑。穆雨禾，程总都来了，你们穆家人就别装了，手下败将就老老实实的啊，看好你家的狗。不好，你刚说什么？我说让穆家人看好他们家的狗。蠢货！我看你才是那条狗啊！不是，你听我解释，你看，都是那姓楚那小子干的。你看不看那个椅子，全是他弄坏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程岩，那就是我和你说的黑金内部的问题。这种人，你怎么好意思招进黑金内部的？姓楚的，这是我们黑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插嘴？还敢张狂？你巴掌没挨够是不是？程总，你凭什么打我呀？你还在这儿给我狡辩啊？其实我早都来了，我一直在后面的监控看着你呢。你借着集团的名义为非作歹，目中无人。要不是楚先生告诉我，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会做什么东西啊！什么？您叫他楚先生？您没搞错吧？他就是个送外卖的。您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底层人物？滚！你和楚先生有一段恋情，那是你修的福分，请你根本不能。楚先生，黑金集团的陈总竟然对楚凌风如此攻击，他该不会……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等事成之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从今日起，黑金国际已经容不下郭浩了。像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你不配做我的手下。你笑什么？程岩，我笑你蠢。你有什么可豪放的？叫你声程总，真把自个当回事儿？我听到了，你是对我十分的不满啊。程岩，说白了，你就是条狗。谁不知道黑金幕后有个大佬啊？你以为我们尊敬的是你？我们尊敬的是你幕后大佬，他能运筹帷幄，你懂吗？郭浩，我承认你说的没错，凭我程岩，黑金国际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就算背后有一位这样的神秘人物，也不是你为非作歹、胡作非为的借口。今日
你宁愿给一个送外卖的百般尊重，都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你说的再好，你这辈子只能当一条狗了。郭汉，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知道你刚说的那个废物他是何等的身份？楚先生是今天的贵客。这个楚凌风居然和程岩也有关系，莫非他真的如我所想，是黑金背后的灵魂？真是有趣啊！一个毫无背景的垃圾，被黑金国际第一把交椅作为座上宾。活久见，哎，活久见！看来黑金的辉煌到此为止了。你等我郭浩回到郭家，我一定把你踩在脚下。郭氏父子，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掀起什么风浪！你别忘了，郭氏的生死掌握在我们黑金的手里。那恐怕又要让你们失错的话，郭氏集团早就背地里找好靠山了吧？没错，楚林峰，虽然你是社会底层，但你确实还有点脑子。要不这样吧，别跟穆家了，你跟着我，我保你未来可期。贤侄，你不会在开玩笑吧？在海城商界，以我们3家势大的，那只有黑金国际啊。没错，这话可不能说得太过，要是把黑金得罪透了，郭氏容易遭受灭顶之灾。两位说说多虑了，商界这么大，我们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海城对于外界而言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要想活得长久，眼光要放遥远。上京，楚林峰，你懂得蛮多的嘛，让我对你有几分钦佩。那倒不必了，有些事情我比你更了解。吹，接着吹，你吹牛的本事确实有2把刷，但是，楚先生，若这是真的，上京控制了郭氏，那他们是奔着你来的，难道那4个老家伙发现？若是郭氏获得上京的青睐，恐怕海城的商界又要天翻地覆了。是，听说上京的4大家族都无与伦比的尊贵，不管是哪家站在郭家的背后，这都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啊。没错，我郭家背后确实有靠山，那就是上京4大家族之首的段家。谁是郭浩？给我滚出来！段志言，他怎么来了？不会这个女人也跟你有关系吧？你可真爱长把肉套的。到底谁是郭浩？给我滚出来！嚷嚷什么呀？这是哪来的野女人？就这样讨风流债，你得看清场合呀。你是哪个妞？我怎么没有印象了？我认识过这么漂亮的妞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我哪次喝多了把你睡了，忘给你钱了？妈！怎么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住手！嘿，跪下！你打我干嘛呀？啊！你我恨不得天天剁了你胃口！兔崽子，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吗？啊！我惹什么祸了？嘿，跪下！还在犟嘴！你给我听好了，你面前的这位是来自上京段氏的千金段志嫣。吕先生，这段志嫣把事找你的，咱们先走吧，要不然后来很麻烦。也好，爸，你给我开玩笑呢吧？我现在还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哎，姓程的，楚立凤，这么着急走干嘛呀？看着段小姐来了，害怕了？国浩，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国浩，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会作死？国浩，自作聪明，到现在了你还看不清楚情况。这楚先生要走，那是给你们郭氏留一线生机啊！到现在你还闭不了你的嘴啊！我凭什么闭嘴啊？如今段小姐刚好到场，可以证明我郭浩所言非虚。郭浩，我段氏能为你撑腰，确实是你拿来炫耀的资本。可惜你用错了地方，更是用错了人。段小姐，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还看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啊！段小姐和楚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呀可摊上大事了！不可能！段小姐是段家千金，小子就是一个臭屌丝送外卖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可能在一起？你打死我都不信！呀，你快别说了，马上给我跪下，跪下，给楚先生磕头道歉！爸，
你让我给段小姐跪，我认；你让我给这个送外卖的臭屌丝跪，不可能。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段芷嫣婚夫。楚凌风，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和上京段氏？前几天见他还是送外卖的，这才过几天呢，成人上人了。是，我跟这个废物在一起3年了，他一直都是这一副屌丝的模样，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地位？那是你们不长眼。若是我早知道你们这样对我的楚哥哥，你们的下场就不止如此了。这戒指竟被你藏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扔了多可惜啊！刘佩佩，这个戒指你还认得吗？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真的明珠之心呢？你身为一个女人，竟然如此不识货，怪不得呀，会被郭浩这个垃圾耍得团团转。不可能，不可能！亲爱的，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水性杨花，不识好歹。楚先生，你要怎么处理她？这个女人心机不正，留在商界也是个危害。刘佩佩，从今天开始，海城商界将会封杀你，没有人会敢用你。要想活下去的话，自寻出路吧。楚凌风，你不能这么对我，楚凌风。郭浩，既然你不想让我走，那我就留下来跟你好好算算账。没有，楚先生，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如果我知道您二位是这层关系，我就算死也要拦住这个逆子的。国标，要怪就怪你教子无方，生出来这个目中无人的儿子，在外嚣张跋扈的。就算我们不追究你，段小姐她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没错，敢得罪我的楚哥哥，还想全身而退吗？洛城，吩咐下去。从今日起，我们上京段氏切断所有和郭氏之间的合作。若是让我知道上京谁再敢与郭氏来往的话，别怪我段芷嫣翻脸。是小姐。黑金国际也同时宣布，海城商界日后谁敢帮助郭氏，那就是与黑金作对。特别是你赵家和袁家，都听明白了吗？是，我们绝不插手。一夕之间，海城3巨头就这么分崩瓦解，真是可恶。完了呀！我郭氏几十年的基业呀，都让你臭小子毁于一旦！这不可能，我不信，我不服！来人，把他们拖出去！几十年的基业呀，机会呀，不可能！段小姐。陈总，今天这出闹剧也算结束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我不管你幕后是谁，但是我爷爷输掉的那句，我势必会拿回来。往后你们要小心了。楚哥哥，告辞。楚凌风，我们走。少爷往后的日子不好过了。楚哥哥，你为什么躲着我？段芷嫣，你松开！不要，你可是我的未婚夫。段芷嫣，我们今天没有可能了。为什么？我们之前明明相处的那么好。10年前你们4大家族利用我、陷害我，将我赶尽杀绝，就连这纸婚约都是满满的算计。段芷嫣，爷爷要是真的希望你嫁给我，就不会害得我家破人亡。可是，楚小姐，你这样做影响不？和楚哥哥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当然有关系。楚先生是我花了大价钱请来的顾问，不是来和你谈情说爱的。楚凌风，我们走。穆总，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你到底还瞒我多久？黑金幕后掌权人，就因为我认识程岩。那你这下的结论也太草率了吧？能让程岩如此敬重，又与段家千金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在这海城，除了黑金幕后那位，我想不到第二人。那也只是你的猜测啊。穆总，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摆个帅点的姿势呢。楚凌风，你最好别骗我。少爷，上京传来消息，方家已经被我们全面覆盖了。只要你一句话，方家就
很好，接下来就等鱼要上钩了。回来了，看你的样子，今晚的峰会不太顺利啊。哎呀，爷爷，你明明什么都知道，还明知。那位楚先生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该不会是我的孙女婿吧？爷爷，你说什么呢？对了，我正好想跟你打听个人，你看这个人。嚯，这就是那位楚先生，长得不错嘛。你挑个日子带回来给我看看。你能不能严肃点啊？对了，您真的不认识他呀？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哎，玉和，你怎么感觉怪怪的？到底怎么了？整个海城商界就只有您见过黑金幕后主使人，难道楚凌风真的不是他？你是怀疑他是黑金的幕后之人？嗨，别浪费时间了，我的好孙女哦。这黑金国际的幕后之人，什么？这不可能啊！如果连您都没有见过的话，那跟您对应的人是谁呢？实际上那天只有我自己一人在场。至于那个神秘的幕后之人，看来还没有到了露面的时候啊。看来这黑金还有许多秘密嘛。这位楚先生虽然我没有见过，但是我感觉到他一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啊！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啊！爷爷放心，自有。我们穆氏集团在海城已经50年了，庆典在即。可如今这海城的商界风云再起，孙女儿，你要小心了。放心吧，爷爷，任何人都别想伤害我们穆氏。嘿，你个废物，得罪谁不好啊？你偏偏又得罪上京的人呐！而且还是段小姐的未婚夫，我好容易攀着这上京的关系，现在都被你搅得给搅黄了。爸，这事不赖我呀！我要知道姓楚那小子扮猪吃老虎，我也不可能去惹他呀。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命啊，这就是你我父子的命。以后海城肯定是混不下去了，还是换个地方另谋出路吧。爸，我不甘心呐！凭什么我们郭家当牺牲品？这口气我咽不下，咽不下也得咽。你要知道，他们那些人可都是手眼通天的主，这次没有把我们父子赶尽杀绝，已经算是万幸了。难道你还能有？上京并没有放弃。方公子，大老远从上京过来看我们笑话啊？不好，我知道你们父子俩肚子里有气，但是我的出现，事情就会有转机。方公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要知道，灭了我们生路的可是你们4大家族的段芷嫣，如今你又跑回来唱白脸，这究竟什么意思嘛？莫要心急呀，嫣儿的脾气一贯任性，但是她并不能代表4大家族的态度。我这次来，就是想重新跟你们谈一下合作的事。合作？方公子此话何意呀？当然，你们的事情上京已经知道了。4位长老很是着急，所以准备一举拿下海城商界，无论是黑金还是穆氏，都通通一举拿下。到那个时候，我们4大家族将会推举你们2人作为代言人，届时你们就是海城。方公子，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且先不说黑金国际背后还有一位幕后大佬没有出现，就单单是穆氏集团，我们就已经很难搞了。如今他身边又多了一位上京的准女婿辅助，别说是你，难搞，真难搞。你是说楚凌风？对，就是他。我正是为此事前来的。他只是一个在上京混不下去的孤魂野鬼，不足为惧。此话怎讲？实话告诉你，楚凌风早在10年前就被上京的商界封杀，如今四处逃窜，现在靠上穆氏，也就算是能找个地方苟延残喘罢了。灭了他，
不过话虽如此，可段小姐那边倒是怎么交代呀？毕竟他们两家可是有婚约的。你可以问问段老爷子，这婚约他老人家认吗？不过是手段罢了。楚林峰的价值早就被我们榨干了。哎呀，太好了！既然如此，一切都听方公子安排。欢迎诸位，欢迎欢迎欢迎！诸位，欢迎你们前来参加我穆氏集团50周年大典。我穆大钱纵横商界50年，能看到今日的圆满，也算是心安了。哎，我敬大家一杯，恭贺穆氏集团50周年大典。穆老，您峥嵘一生，早已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仰了。虽然我黑金国际曾是穆氏的敌人，但我对您的敬仰是绝对发自真心的。这杯，我代表黑金国际敬您。来。陈总，谢谢你啊，您有心。楚先生怎么还没有来？这楚林峰和孟完都是在搞什么鬼呀？我们这个姓楚的，二不敢来了吧？郭氏父子今日亲自上门，想必又没有安好心吧？程总，这里可不是你黑金的主场啊！我希望你少管闲事。不速之客，我记得我并没有邀请过你们。是啊，我们郭家真是落寞了，只能不请自来了。再说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表达一下对穆老的敬意呢？所以今天特地备了一份大礼，还望穆老一定要笑纳。谁稀罕你们的东西？给我拿走！哎，来的都是客，今天我穆氏坐庄，哪有逐客的道理啊？来人呐，给他们父子安排位置。哎，不必那么客气了，干嘛那么麻烦呢，穆老？我们今天只是来送礼的。国豪，上礼吧。哇！林峰，你怎么在这儿？慌什么？是不是丢东西了？要不要我帮你？不用，穆总说让我上来帮他拿点东西，我马上就走。穆老，这份大礼还喜欢吗？这郭氏父子是疯了吧？哪有人庆典送钟的？就是啊，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钟吗？这是口老式座钟。那他意思不就是穆氏集团老了要完蛋了吗？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也太过分了吧！就算报仇，也不能报到穆氏的头上啊！打击你们的是黑金和上京的段氏啊！你们是找不到仇人了吧？还是故意做些让我们看？哎呀，不要着急嘛，程总。今天先荡平了穆氏，接下来就会轮到你了。你可真搞笑！你们郭氏都已经半死不活了，你哪来的底气呀？若是挑战，穆氏接受；若是威胁的话，别怪老头子我赶你们出去。你们爷俩还挺识货呀！风，楚林峰，这座钟干什么去了？这么残忍！据我所知，上京孟氏早年间有一弃女流落在海域，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到底受不受上京控制。楚林峰，我还以为透露什么消息你不敢来了呢。你爷俩都这熊样了，还盯着我不放了？你小子不要太张狂！国彪，你今天这个态度，
可比不上那天你给我跪下的时候啊。既然来送礼了，咱们就要开开心心的。虽然说你俩能力一般，但是溜须拍马这一套还是非常可以的。就比如这礼物，送的就非常完美。楚凌风，你到底知不知道送终是什么意思呀？穆老，这礼物的寓意就非常好呀。我听说啊，这古董座钟工艺精湛，100年之内都不会停表。这不是祝穆氏集团争做100年企业吗？楚先生说的对呀，这份好意，那我老头子却之不恭了。就你这智商，就别出来对人现眼了，老老实实做个富二代不好？还有你，郭彪，就你儿子这智商，你怎么敢放他出来呢？受你妈呢！操！你小子得意什么？我就仗着段小姐给你撑过一次腰而已嘛，怎么还真拿自己当盆菜呀？就是，楚林峰，软饭硬吃，对付女人你还真有一手。看来对我意见很大呀。太可笑了，你们父子俩恐怕还不知道，你们冒犯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吧？即便是有段小姐，楚先生的能力也是你们不能够比肩的。我劝你们啊，好自为之，不要再平添是非了。没事，我倒想听听看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不过就是跳梁小丑罢了，他们父子俩混成这个样子，也是咎由自取。穆小姐，你心情挺好，还有心情说风凉话呢。你们穆氏集团今天就要走到头了。危言耸听，我可不记得我得罪过什么人。真可惜，你们包庇了一个上京的罪人，就他这种人，连去段家做赘婿都不配。那又怎么样？这里可是海城，我们既然聘用楚先生，那就会给他足够的信任。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趋炎附势。我们聘用楚先生，自然知道他的能力，们不配说他。哎，老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用人之前你不先查一下，这个人只会给你们穆氏集团带来灭顶之灾。放肆！敢侮辱我的楚哥哥，侮辱我的楚哥哥！我看你们父子俩是不想活了。志嫣，你怎么还在海城？我就知道他们两个狗东西不会善罢甘休，我怕他们找你的麻烦，所以就留下来了。段小姐，你煞费苦心，我这人不领你情啊，要不你跟我得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说三道四？段小姐，郭某人已经给足你面子，此前你让我郭家和上京断绝了来往，现在还要怎么样？即便你是郭家的人，也不能做得这么过分吧？过分！得罪了我的楚哥哥，我没把你们赶尽杀绝，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还敢在这里狗叫？段小姐啊，他何德何能让你在屁股后面一直当舔狗啊？郭浩，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装，接着装。楚凌风，要不是没有段小姐，你就是个屁！有眼无珠，我实话告诉你，你们要是得罪了段小姐，那还有一条生路。如果你们把楚先生得罪透，那就死无放手。哦，楚林峰啊，楚林峰，我真小瞧你，不仅穆氏集团，就连黑金国际你都玩得团团转。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过意得去吗？郭浩，有话你就直说，绕什么弯子呢？好，那我今天就揭穿你的伪装。他，楚林峰是被上京商贸封杀的瘟神，他的存在只会给海城添。怪不得明明有着上京的关系，却常年混迹在海城，原来是被上京的大佬们联手封杀了呀！那要是这样的话，穆氏集团如果收留了他，那都不得遭殃了。你小子在这笑什么呢？我呀是笑你们蠢，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你们父子啊，最好听我一句劝，知道这件事对你们没有好处啊。楚先生转出的麻烦事远比这个多，你们若真卷进去，只是这场权谋的弃子。一个被四大家族针对的废物，能够掀起什么风浪？这个郭家父子啊，这脑子还真的是不好啊！哎，多说无益啊。郭浩，我虽然知道你不聪明，但是我也没想到你蠢得如此低能啊！今天还真是让我开了眼了。莫小姐，
事情想的没有你。你是第一个包庇他，如果上京追究下来，你们穆家死定了。郭浩，哪来的自信大放厥词？若是上京那边真的有本事的话，你认为楚哥哥还会站在这里吗？段小姐，你可真会长他人士气灭自家人，这要是让我家老爷子知道了，他能不心寒吗？我只是在阐述事实罢了，就算我爷爷来了，也会如此。笑话，简直是笑话！要知道，上京的4位老爷，那个个手眼通天呐，他们可都是华夏商界的顶点，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黄毛小子？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其实楚哥哥就是10年前商界横空出世的天才。难怪段直言宁可放下身段也要倒贴，原来这楚凌风岂有如此传奇的经历？峰回路转呐，没成想如此天才竟然出现在了海城。爷爷您，怪不得当初我见到楚先生的时候，就感觉他身上有一种非凡之气，没想到竟是10年之前在上京商界搅动风云、翻江倒海之人，就在我的面前。楚先生，穆老，你言重了。话说，我还得感谢你呢。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也不能把楚先生带进穆氏。你们父子俩也算为海城商界做了回好事儿了。楚哥哥的厉害，就连爷爷看了都要忌惮3分呢。国浩，你们现在还觉得摸清我的底细了吗？你们的愚蠢只会让郭家越陷越深。好啊！丧家之犬，说话果然硬气。楚大少爷，你可算来了呀！不过这跟之前咱们商量的计划好像不太一样啊。无妨，这才刚刚热场，好戏还在后面。方天画，你怎么来了？燕儿，我来接你回家。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楚哥哥，我要和他在一起。楚凌风，你们这算什么？三角关系吗？穆总，你吃醋了。我不走，楚哥哥是我的未婚夫，我不会离开他的。嫣儿，你被他骗了，楚凌风根本就不喜欢你，他是在骗你。那婚约是假的，是段老爷子利用他的手段。我也要和他在一起。王天化，我警告你，收起你那见不得人的心思。楚凌风，10年了，你还是那么阴魂不散。既然如此，今日我们就做个了断。了断？我这次来就是要彻底的。公子，你说这话未免太看不起人了吧？这里是海城，可不是上京，你这么明目张胆，未免有些越界了吧？穆氏，你哪来的底气和我这么说话呀？看来对你们的打击还不够啊！这么说来，之前的亏损是……没错，能渗透的如此之深的，也就只有上京的人能做得到。穆氏背后的2个股东，估计也是受他挑唆，暗地里插刀，卑鄙小人。商业本来就是尔虞我诈，这些不用我再告诉你。方天化，你方家的势力10个穆氏都不止，没必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成王败寇，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没错，找2个女人给你撑腰，这算什么呀？楚先生是我穆氏的人，我为他撑腰，天经地义。真没想到啊，一个上京跑出来的废物，来了海城却变成了香饽饽。在我眼里，穆氏只是区区蝼蚁。你就不怕替他陪葬？方公子，你方家势力庞大，在商界只手遮天。但是我告诉你，我穆雨禾也不是吃素的。倘若你敢动我穆家，我不见战到底。楚凌风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你不惜赌上穆氏，也保他的周全？嫣儿，你看到了，楚凌风如此花心。你这么对他不值啊！你还真是会挑拨离间呢，怪不得这10年过去了，你还是如此憎恨楚先生。原来他是你心中的心魔呀！你闭嘴！你知道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我身为女人，她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像你这种心胸狭隘的人，我是段小姐，也肯定不会选你的。你个贱女人，我今天就灭了你们穆氏！我这戳到你的痛处了吗？有种你试试看呢！穆总，不要冲动，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不能因为我毁了穆老50年的心血。还算你有良心，那你就乖乖的跟我回上京，从此不踏足商界半步。我们4大家族能保你一生平安。方天画，你不觉得你说的这话很搞笑吗？从一进来开始就把我贬得一无是处，到现在还不是开出这等条件？说到底啊，你们还是害怕我东山再起，对你们产生威胁。这是内部的命令，如果你听话，一切照做，那自然相安无事。如果你不照做，我不惜搭上整个海城商业为你陪葬。好啊，好，这是你自己选。从今天起，楚凌风3个字在整个商业消失，而你会成为整个商业的罪。楚哥哥，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只要你答应不再踏足商界，我爷爷他们是不会针对你的。想让我做一个自由的囚徒，白日做梦。今日起，我楚凌风向整个上京商界宣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死不休。这楚先生是怎么想的？纵然他是天之骄子，但毕竟也是孤身一人啊。别说是4大家族了，就是方家，他也不能伤之分毫啊。完了完了，这不明摆着要把我们海城商界拉下水吗？先生，您的决定事关海城商界的生死，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想找死就换个地方，别在海城，我们可玩不起。清楚了，你看到了吧？没有人为你的自私买单。陆总，楚凌风一意孤行，不如把他交给上京，如此也好保全我们穆氏的基业。你当真以为把楚凌风交出去，就能跟4大家族的人握手言和了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整个海城，楚凌风只是借口。诸位，大家听我一句劝，现在方公子明目张胆的挑衅，我等应与楚公子站在……哎呀，穆老爷子啊，你说的可真轻巧啊！你不会认为今天到场的所有人都是你穆氏的体谅吧？啊，恐怕在你眼中，他们也都是炮灰吧？休得胡说！既然我爷爷已经说了，那就一定会保大家周全。一厢情愿罢了。方家的实力与穆共睹，谁不知道方家的实力啊？而你们穆家不自量力，自不量力的人算我一个。我代表黑金国际、海城商界头脑都已经达成共识了，这样还不可以吗？黑金国际，我倒是听说你们最近风头正盛，有几分实力，不如和我们上京合作。如此一来，化敌为友，岂不是对你们更有利？东子，你也太高看了，他就是条狗，他背后还有别人呢。程总，目前呢，你就相当于是个傀儡而已，又自作主张做了这么危险的决策，就为了给这么个废物撑腰。你就不怕你身后的大人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让你丢了金饭碗吗？啊！姓程的，你竟敢对我动手！现在我可是方少爷的人，你这么做难道是要跟方爷作对吗？你妹妹也太高看自己了，在4大家族眼里，你们父子连条狗都不如啊！你别以为自己能好到哪儿去。是，我是狗，但我是条好狗。而且，我的主人就在这里，我看谁还说我自作。县长，什么意思啊？少爷，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楚先生就是我的主人，他就是黑金国际最后的掌。这不可能！不可能！郭浩，就你这个智商，你就早点回家洗洗涮涮吧。上一次我已经暗示的差不多了，你作为曾经黑金的高管，你竟然没有察觉，你就是一个草包，难怪你就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命嘛！
我想起来了，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楚林峰的管家吧？方公子，你今日到来，已经风光的差不多了。我劝你啊，好自为之，免得被人把头打破了，回去不好交差。楚林峰，你早点承认不就完事大吉了？没错，我不是有意要瞒你，只不过时候未到，我的计划还没成型。好，这次我就原谅你，过会儿再给你算账。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倒比一山高啊！楚先生运筹帷幄，我着实的佩服。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今日之景也在你意料之中吧？穆老说笑了，对付这些货色，还用不上什么算计。笑话，楚林峰，你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我奉劝你，机会只有一次，你可要想好了。那我今日也奉劝你一句，现在立刻夹着你的尾巴滚回上京，否则今日就是你。既然你想死，我必定成全你。通知方家本部，不惜一切代价，在1分钟之内让黑金集团破产。方天画，你太过分了！楚哥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你非要这样赶尽杀绝吗？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他楚林峰根本配不上你。谁让你自作多情了？我喜欢的人只有楚哥哥一个。楚林峰，放心，我穆氏不会坐视不理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联系穆氏，去支援黑金。穆总不必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楚林峰，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能站在这儿坦然自若，口出狂言吗？1分钟已经到了，我怎么没听到我破产的消息啊？你急什么？如今胜负已定，多一点时间又有何妨？不好了，方家的产被全部冻结，已经破产了。你说什么？我方家是4大家族之一，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产？公子，是真的，方家已经无力回天了。公子，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这么回事？够了，事情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你做了什么？我只是预判了你的预判而已。从今天开始，只要你们方家涉及的所有利益，上游下游全部的资产都由我们黑金承包了。10年，就算你东山再起，你怎么可能发展的这么快？方公子，做生意本来就是尔虞我诈，这可是您说的，我们只是以其人之道。为什么你处处都压我一头？方天画，如今方家已经变成了这个局面，胜负难道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让你跟我在一起，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答应我好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要干什么？方天画，10年前你们4大家族联合起来，搞得我家破人亡，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只要你能放我一马，我不会暴露你的行踪。方天画，你在做什么白日梦？你现在的处境，就算回到上京，也只会沦入别人的笑。方家已经覆灭，你们已经没有底牌，更没有资格和楚先生谈条件。这个游戏，你们输了。楚林峰，即便是这样，那帮人也不会放我，你赢不了。方天画，那你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当年这4个老东西都没困住我，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单刀赴会的？今天我留你一条狗命，让你回去汇报，告诉他们这场战役不死不休。方天画，你现在对于其他3家而言已然无任何的价值，回去之后自求多福吧。宋哥，别碰我！死混子，我记住，还会回来的。哎，方公子啊，你这是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们爷儿俩怎么办呢？滚！方公子，你不是说要保我们国家吗？对，你们2个醒醒吧，他家都自身难保了，
哪还顾得了你们啊？我看这郭氏父子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笑，简直就是海城的耻辱！各位，要不是他们俩和上京沆瀣一气，哪会有这么多破事儿？把他们俩驱逐出境！驱逐！楚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们吧！我给你赔礼道歉，放过我们，放过你！你问问在座的诸位，楚灵飞，躲在背后扮猪吃老虎，你算什么男人？郭浩，我让你知道我的身份就已经够给你脸的了，别给我得寸进尺啊！闭嘴！你看我操死你！你个跪！楚先生，你看到了，现在我们爷俩都给你跪下赔礼道歉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明天一早，今天连夜我们就赶快离开海城，从此以后再也不露面，再不影响你。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快赔礼道歉，说自己错了，快承认认错，认错。楚先生，我错了。你说什么？我说我错了，听不到啊！我他妈说我错了！诸位，你们觉得我应该放过他们吗？不能放过。我穆雨禾代表穆氏，将你们父子永久封禁，逐出商界。赵氏赞成，王氏赞成，张氏赞成。哎，刚才你还跟我一伙的呢！来人，把他们拖出去，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商界，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和楚先生作对的下场。楚灵飞，你他妈耍我！完了，等着！其实，好，好一个乾隆出渊呐！蛰伏之后便会一飞冲天。我海城商界欢迎楚先生的加入，是我等的荣幸。不过此事过后，上京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等还是要警惕些为好啊。穆老，您当真以为手里有楚哥哥这张底牌就能和四大家族抗衡吗？段小姐，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哦，对了，你是上京段家的千金，这四大家族的利益都与你息息相关。你现在莫不是想要代表段家向我等宣战？我只是想保护楚哥哥，我不希望他10几年来的心血因为你们几个人付之东流。对，你说的意思我大概能猜得出。你是说上京的四大家族背后还有高人？不错，四大家族的背后的确另有其人，而且他的身份超乎了你们的想象。我不希望因为你们这些人拉楚哥哥下水。说到底，你还是想给我们下马威。今日我是看见你站在楚先生这边，我才对你以礼相待的。但倘若你说完这番话之后，就别怪我对你当场翻脸。楚哥哥，你跟我一起回上京吧。范小姐，要走你自己走。他身为黑金集团的掌权者，又是我穆氏的首席顾问，你为何要差遣他呀？况且他与四大家族有血海深仇，你这样置楚先生于何地？楚哥哥，我只是想保护你。楚凌风，你要是敢跟他走，我一辈子瞧不起你。好了，我自有决定。快说！直言，我不会跟你回上京的。你回去告诉那四大家族，他们若敢来犯，我必奉陪到底。好了，快回去吧。好啊，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能勉强你。但你别忘了，我也是四大家族的人，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的。楚先生果然大义，我等定当追随。那以后海城的商界就全靠楚先生了。刚刚段芷嫣说的四大家族背后的那个人，您似乎认识。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察觉到，这四大家族发展的如此之快，背后有一个神秘人。按照商界对他的称呼，这个人叫无名。这个无名，您当真不认识？不认识，就连上京的四大家族也没有见过他。更恐怖的是，
这个人似乎隐藏在海城。什么？穆老，您没开玩笑吧？这等手眼通天的人，怎么会在海城？我没有开玩笑，这个人就在中央广场的顶层。中央广场的顶层，那不是您与楚凌风对战的地方吗？而且顶楼不都是您的吗？您怎么会不知道呢？这话虽如此啊，在中央广场的顶层有一个房间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而这个房间的钥匙就在顶层中间的上方悬挂着的尊龙金口才可以打开这个房。我虽然在那里盘踞了几十年，但我没有资格接触过这个东西，只有这个无名才有权利打开。不过，要是因为此事把无名先生牵扯出来的话，那我们最好想一个万全之策了。穆老，你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半步废物，竟然让楚凌风摆了咱们一道！我把方家交给你，算是我瞎了眼了。哎，方潇别这么粗鲁，辈分需要成长的，就是犯了小错，不至于。小错，要不是这个兔崽子私藏，我们方家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让他的产业回一代，你让我怎么做得做？我们四大家族啊，需要好多年，如今方家有了，我们岂能坐视不理啊？听好了。如今看来，楚家那个孽种还是有一手的。事到如今，就请那位神秘的无名先生出山，我等与他利益绑定，他不会坐视不理的。孟老说的没错。沈岩，你是来看我的，对不对？一个败下阵来的废物，就给我滚远点！嫣儿，你今天怎么来？好像不开心啊。爷爷，我没有不开心。今天我来是有一个请求，请无名先生出山的事情，不如就交给我。嫣儿，你可不要随便开玩笑啊！谁说我开玩笑了？如今四大家族有难，作为晚辈的我，岂会坐视不理？要知道，这世上的天才可不止楚凌风一个。嫣儿，你终于想明白了，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人，根本不配让你有亲自去一趟海城，请无名出山，带着废物一起吧。好歹身边也是把把嘴。是，你把我带着，让我有机会将功补过。楚凌风，你是我的，谁都抢不走。我会击垮你所有的骄傲，然后再把你牢牢地拴在我的身边。少爷，最近发生的事情多，你可要注意身体啊。不外，可能是有人说我放弃。对了，有什么发现吗？有眼线传来消息，沐雨河的助理孟婉连夜飞绑上京，他恐怕是要背叛海城。还有，您之前说孟家的弃女会不会就是他？是或不是有那么重要吗？他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小人物罢了，掀不起多大的风浪。这一局，我依旧占据先机。楚凌风，快点过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见见你，不行吗？穆总，我紧赶慢赶的跑过来，结果就这。好吧，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找无名先生，万一他站在我们这个阵营，那海城不就有救了？这怎么可能？他跟四大家族可是有利益关系的，他怎么可能见我们？总得试试吧。哟，楚大少爷好手段，穆氏的长公主冷若冰霜，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拿下。方天画，怎么又是你？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你这条赖皮狗还真是难缠。芷嫣，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方天画是什么人？你今天不清楚吗？你别血口喷人，我对燕儿是真心的，不像你朝三暮四。楚凌风，我和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爱而不得，退而求其次。什么意思？楚凌风，你在感情面前还真是白痴。段吉然，你我同为女人，你的感受我清楚，但是你这样伤害自己，真的不值得。谁说不值得了？只要能达成目的，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穆一河，你他妈什么意思？
燕儿是想迷途知返，他很清楚我对他怎么样，我会用实际行动跟他证明，他跟着我是没有错的。有自信是好事儿，就怕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子燕，我们可是从小到大的朋友，方天画这个人不值得托付，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既然你今日已经做出了选择，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段之言，既然你选择回归家族，那以后你就是我和楚凌风的敌人，日后相见必定会争个你死我活。好啊，正合我意。想必今日你们来这中央广场，也是为了请无名先生出山吧？我可奉告，无名先生和我们4大家族的利益捆绑得根深蒂固，他是不会见你们的。没错，我们早就和无名先生约好了，今天来就是请他出山。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无名先生不会见你们。海城很快就要灭亡了，穆氏和黑金早晚会成为4大家族通往神坛脚下的亡魂。怎么办，楚凌风？万一无名先生真的出山了，你就真的毫无招架之力了。你回去通知穆影，我跟着他们，等我消息吧。果然上钩了，一切都在预料之内。程岩，该你出场了。晚辈上京段氏段芷言求见。晚辈求见。无名先生，我们是4大家族的后辈，之前跟您说好的，今天过来拜访您。无名先生。方天画，你可真是粗鲁！我要是无名先生，我也不会给你开门的。楚连峰，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呐！谁规定我不能来这？这大厦难不成是你方家的？楚凌风，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处心积虑地跟上来，莫不是要偷听？芷言，几日不见，你怎么就变了？只不过我想通了而已。曾经的我，不惜花费10年的时间也要留在你的身边。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如今的我再也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段芷言，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不要再说了，现在我们已经是敌人了。既然你说这场战役不死不休，那我段芷言就奉陪到底。现在知道后悔了吧？晚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只有我能给燕儿幸死。待我们4大家族将你彻底毁灭之后，我方天画自会证明我比你强万倍。方天画，你口出，你的毛病就是话太多了。楚凌风，若是识趣一点的话，现在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好，我可以回避，反正无名先生也不在房间内。装什么呀？说的好像跟你有透视眼似的。你休想破坏我们的计划。4大家族既然能赢你1次，就能赢你第2次。请无名先生出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你休想干预我。不信，你就试试了。我就是无名，你们找我何事？先生，您真的不在房间里？这又不是监狱，我为什么非得在房间？不在房间，那我请问你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敢质疑我啊？方天画，你给我闭嘴！燕儿，无名先生一直神秘莫测，我们不能这么轻易就相信。万一他是楚凌风找人假扮的呢？方天画，你可真是长脑子了。不过我可没这么无聊，找人假扮无名先生。没想到你们4大家族对我充满了质疑，既然不相信，这生意也没法做。你们走吧。先生，请留步。是晚辈冒昧，我们并非要有意质疑先生，您和我们4大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也是怕被有心之人利用，所以不得不谨慎行事。好，你们通过了我的测试，没想到4大家族的后代还是有脑子的。尊龙金卡是尊龙金卡，全球仅有1张，是打开这扇门的唯一的钥匙。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燕儿，这张卡只有无名先生有权限使用。金卡出现，我们自然相信先生。想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吧？不必多说了，我已知晓。3日后，中央广场的顶层会全面的开放，我也不介意做你们的和事佬。你们走吧。大计已成，燕儿，这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过，你赢不了。方天画，你别得意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无妨，3日之后便见分晓。对了，牧氏应该快出差，不知道玉和能不能服？说什么？你们干什么？顾总正在处理工作，不见客人。你就是穆雨禾？亭亭玉立，不缺啥。穆大钱培养一个好孙女啊。正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就是4大家族的老爷吧？今日突然来访，雨禾招待不周，各位请坐。今日突然来访，所谓何事？穆总，我们几个老家伙能亲自到场，足以证明我们的诚意，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吧。但说无妨，我穆雨禾从来不藏着掖着。很好，丫头，我们4位与你爷爷也算是故交，如今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弄得剑拔弩张，是不是有失我们双方的体面呀？那依各位所见，雨禾应当如何呀？穆总，如今你们穆氏护着这个麻烦精，可是会惹来一身骚的呀。没错，穆氏集团好歹也根植于海城50年，若是因为被一个和穆氏毫不相干的人搞得死里跑睡，那就太不值得了吧？原来如此，各位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看来的确是我做错了。年轻人迷途知返，这是好事啊，爷爷也会替你感到欣慰的。不错，孺子可教。姓楚那小子对你穆氏而言，无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把他抛弃，就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何时说过我要抛弃楚先生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说我穆雨禾做错了事儿，错就错在不该对你们以礼相待。丫头，看在你在穆大钱的孙女份上，我们几个放下身段和你商量。这里是海城，这里是穆氏集团，我是看在你们4个身为长者的份上才没有赶你们出去的。我敬你们1尺，你们可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呀！丫头，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这不是威胁。我穆雨禾虽然道行不深，但就算我以命相搏，你们也休想全身而退。年轻人够狂妄，也够可笑。等到他们穆氏覆灭了，你就知道你今天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哼！商不言商，反而玩这么人情道理。看来楚凌风这小子，哼，真是把你给玩迷糊了。这谁钱？爷爷把穆氏集团交给你，这是个错误。那恐怕要让各位失望了。这就是我爷爷的意思。楚凌风，我穆氏保定。痴人说梦，他你保不住，穆氏你更保不住。我知道你们4大家族手眼通天，在我穆氏矗立50年，绝对不是你们好拿捏的玩物。穆雨禾，想必这个你很熟悉吧？我早就掌握了你们穆氏的核心机密，只要我动动手指，你们穆氏就会土崩瓦解。这玉盘怎么会在他这儿？穆总，穆氏的灭亡已经注定了。穆婉，你我共事这么多年，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不是你背叛我。他们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穆总，都怪你太不小心。做得不错，孟婉，你不愧是我上京孟氏的后代。你是爷爷，你是孟家的人。没错，虽说我只是个弃女，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就是在等一个机会。待到穆氏覆灭，我就可以重新做回孟家的千金。孟婉，他们是在利用你，不然你也不会沦落到海城，成为弃女。休要天桃胡说！婉儿，你就是爷爷的好孙女。爷爷，我当然不会听信他的话。回到孟家，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所有的一切，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穆玉和，你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如此付出，值吗？好，很好。我没有想到你们算计我如此之深，是我答应。这 U 盘中藏着穆氏所有的商业机密，而且我们也针对穆氏做出了万全的布局。穆哥，认输吧，你现在俯首称臣，说不定我可以向爷爷求情，届时不仅可以保住穆氏，我们还会让穆氏重新做回海城商界的第一把交椅。闭上你的嘴！你这个两面三刀、卖主求荣的人，不配跟我说话。既然如此，那我等也就没必要再留情面了。婉儿，动手吧。是。操作一下，让穆氏破产吧。我现在立刻就要看到结果。丫头，你们穆氏明明有着一步登天的大好机会，却葬在你手里，可惜啊，可惜。柯老头，少请你让他虚情假意的嘴脸。穆氏的存亡还轮不到你们了。10年之久，这楚小的气场倒是愈发强劲了。看来请无名先生出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对我这种奇才，终是不能大意啊。这4个老头倒是活得长久，我永远忘不了你们对我父母犯下的滔天罪孽。这一回，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楚小子，你终于出现了，10年未见，想必你待我长进吧？你我之间不必假意寒暄，我的出现不是正合你意吗？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来。可这笑话！你们几个老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卑鄙，无法对我直接动手，就打起旁人的主意。4大家族还是一点都没变。那又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对付一个惶恐小儿，足够了。还真是不长记性。你们几个是不是忘了10年前被我家支配的恐惧了？陈年旧事，休再提。你楚家当年再风光，直到现在，也是被我们到远斗他乡。没错，当年是我输了。我输在我当年太过于天真，信了你们的鬼话。想当年，我以一己之力将整个楚家带上神坛。如果不是你们在背后使绊子，楚家早就统一商界了。要怪，就怪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上京绝不允许一家独大。你当年如此激进，断弹可是我们的后路。我本以为楚凌风是受人迫害，没想到这其中的缘由竟这么复杂。所以说呀，鼠目寸光的还是你。怪就怪我当年太过慈悲，没有一举灭了你。空出狂言！事到如今，你不觉得太晚了吗？当然不晚。不过你们岁数大了，二花，你小子，纵使你是个天才，如今你的处境又能奈我等何？我知道你的黑金国际规模不小，但与我们4大家族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然各位如此笃定，想必穆氏集团已经是您的囊中之物了。小子，不要阴阳怪气，一个穆氏还不足以让我等挂在心上。婉儿，事情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问我，我在问你话呢，到底什么情况？爷爷，穆氏并没有遭受打击，反倒是孟家损失惨重。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这一定是楚凌风暗中捣鬼，是他做了手脚。莫儿，你现在才反应过来，是不是太晚了？今日所有的情形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也包括你对穆氏的叛变。楚小子，你怎么会算得这么长远？这就是你们当年为何控不住我的原因。孟婉，这到底怎么回事？爷爷，我真的不知道。那 U 盘里所有的资料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没错，是我动的手脚，只不过提前将 U 盘的内容更换罢了。你们拿到的都是一些假资料，我在反向做局，干掉你们孟家，绰绰有余。今年那天，你出现在办公室，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你真是卑鄙！
孟晚 ，“baby” 这个词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我还奇怪呢，为何那天宴会厅你迟迟不来？原来你早就在为他们卖命了。玉和，要不是这个男人的出现，我早就得手了。楚林凤，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毁灭我的希望？希望是自己给的，不是建立在毁灭他人之上。那一日我的出现就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事，我竟然为了你的妻子。你错了，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妻子的命，只不过是你的固执伤害了你。你连自己都不爱惜自己，你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楚林凤，你真是个贼精啊！来人，把人给我弄出去。怎么样？你们几个老东西已经有一个人出局了。臭小子，你是在这儿给我引的！别以为穆大家对你无可奈何，燕儿这边已经成功清除无名先生。3日之后，我见分晓，等末日不远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期待。我们走。老爷，老人想我，求你带我一起走吧。相信我，我还有用的。没用的东西，我们圣经不许你这废物，给我滚！孟晚，你现在已经不是穆氏的人了，赶紧走。走，再给我一次机会。孟晚，给自己留点尊严。楚先生，我走他一向听您的，求你帮我说说好话。你的机会就完了。楚先生，听闻您是黑金国际真正的幕后掌权人，如今上京家族来势汹汹，请问黑金国际准备如何应对？楚总，就在刚刚，4大家族对您的集团发起了猛烈攻势，如今黑金国际的烧钱速度前所未见，黑金还能挺到几时？诸位，黑金国际是海城商界的门面，我们绝对不会被商经所左右，请大家相信楚先生，相信黑金国际。既然如此，我想请问穆总，曾经的敌人变成了并肩合作的伙伴，请问您和楚先生是否已经成为了恋人？没错，我们确实已经升级成了恋人的关系。穆雨禾，你在胡说什么呢？不想惹麻烦，就给我好好配合。那请问，段氏千金段芷嫣小姐一直对楚先生一往情深，如今您有了新欢，段芷嫣那边又该如何交代呢？你们怎么不直接问？你们怎么不问段芷嫣呢？她人不就在那儿吗？我是段氏的人，注定和你们是对立面。海城迟早都是4大家族的囊中之物，就算有你在，我们也胜券在握。不信的话，3日之内自见分晓。所以，这场商业狙击是你发动的。我就是要让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段芷嫣，你真的是疯了！因爱生恨，竟让你变得如此扭曲。穆雨禾，别得意。快活不了几日了，快你就会知道被人横刀夺爱是什么样的滋味。好，我等着。哦，对了，中央广场的郑先生知道无名先生要出山的消息，已经快马加鞭地赶来海城，也就是说，你们又多了一个对手。打断斩刀那位，1分钟之内我会出现在他面前，两兵千日。终于轮到楚林凤，这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有心思休息啊？你不会真的放弃了吧？着急有什么用啊？这个郑云深居浅出，不问世事的，这个时候跑出来添乱，如果他真的横插一脚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希望了。少爷，人到了。穆总，隔着老远就听到你在说我的坏话，不合适了吧？郑云，
你这个时候过来，不会是提前下战书的吧？穆总，您可别乱说话了。少爷在这儿，我怎么敢呀？什么少爷不少爷的？你在说什么？属下郑云拜见少爷。楚凌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郑云是我楚家的旧部，只不过一直安插在海城，鲜少有人知道罢了。是啊，最近听说海城商界发生了不少的事儿，大爷这回找我来，想必肯定是有事情要嘱托吧？没错，我想让你营造出黑金市值缩水的假象。这还不简单？可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次商业狙击并没有那么严重，以黑金现在的规模来看，这像小儿科一样。郑云，这次做手脚的可是段家，你们黑金就算再有钱，也不能和段家比吧？这件事儿，你还没跟穆总说吧？你们又在说什么悄悄话呢？废话怎么那么多？你就说能不能搞定吧？能搞定，马上安排。安排好公关媒体水军，以最快的速度改变舆论方向，营造出黑金国际苟延残喘的假象。20分钟内，我要让整个商界都知道。郑云，你这造假的技术可真是越来越专业了。还是少爷教育的好，少爷这一招将计就计用的实在高明。3天时间，就算他们用尽全身力气，也查不出背后的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准备美美的吃。准备好了吗？今天可千万不要再说差的，否则我们方家就要彻底被踢出4大家族的行列了。放心，爷爷，这一次我一定给咱们方家证明。还好，只要我们不接受海城的和解，那么武明先生就没有理由站在少云这一方。只要他肯出手，撂倒楚凌风，插翅难逃。好狗不挡道，让开！莫不是知道了今天注定的结果，心里不痛快了吧？方天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贱？楚小子，先前是我们方家大爷才让你暗地里钻了空子，以后你再也不会那么走运了。这么说，还是你方老头比较精明。你们只不过是段家手下的棋子罢了，否则之前怎么会派方天画这个脑残去单刀赴会？放肆！休挑拨离间！挑拨离间，好，那我问你们，为什么上京家族之首？方家现在的处境是我的失误导致，要是没有段家，我们又岂能起死回生呢？好，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你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什么样的德行，我们大家有目共睹，不用你在这儿假惺惺的。那我们就看看，你们今天跟着段家究竟会有什么下场？楚小子！在人背后嚼舌根子，这个习惯可不太好啊！今天我就替你父母教教你什么是规矩。我倚老不尊，段老爷，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也该为你自己以后积点阴德了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人家伤疤，是不是有点冒犯？冒犯？要不当年楚小子一不行，说不定他楚家还能保得住。我等也不会四面围剿，说到底，都是他自己害了楚家。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楚哥哥，不，楚凌风他现在已经被逼到了绝路，说的太过分，有损我们段家的声誉。爷儿，你这是替他说话吗？是呀，言儿，这种人不值得怜悯。我自然是知道，我今天段之言。我劝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保证，今天不管段家下场如何，你以后的生活都会不会。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只要你现在收手，我们段家可以放你一条生路。说得好，这才是我的好孙女儿。楚小子，你的大话我记住了，要想绝对翻盘，痴人说梦，谅他也只是做垂死挣扎罢了。如今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这只囚鸟，今天休想再飞出去！囚鸟，10年之前你们也是这么说的，最后还不是被我逃出升天了？楚凌风，今非昔比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就算你先赢2局，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胜利。3日前，你们的商业受到了很大的阻击，你根本不可能翻盘。如今外界的消息
已经铺天盖地，你的黑金国际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若是等到无名先生出面，恐怕你的结局会更加的凄惨。此不仅要你万劫不复，你身边这位，包括海城商界的所有势力，都要与你合葬。好，既然如此，族这回要动真格了。若楚先生真的输了，我等该何去何从啊？还能怎么办？赢了万事大吉，要输了万劫不复啊！不要着急下定论的。海城商界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我们既然选择了楚先生，那就相信他有足够的底牌，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既然我们上了这条船，我们就对楚先生有足够的信任。您怎么来了？几位老朋友从上京远赴而来，我穆大钱作为海城人，应尽地主之谊呀！穆大钱，你这个老妖怪，总算是露面了。一晃几十年，你还是老样子，偏激一隅，制霸一方，到头被一个年轻人拉下神坛。你的心里真的过意得去吗？段兄何出此言呢？江山代有人出，我们商界后继有人，你我应该感到庆幸才是。穆大钱，想不到你人老了，心气儿也没了。我爷爷白手起家，已然是一方传奇，自然比不了你们世代相承。但是要论识人的话，恐怕在座的各位都无法与我爷爷相提并论。识人？看来海城还真是没什么人才了。楚连峰，这回你该看清自己几斤几两了吧？你们都听好了，今日我们4大家族齐聚海城，是你们海城商界莫大的荣幸。你们如果识相，最好看清形势。顺我者昌，你与我者亡。楚连峰，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不识时务，以卵击石。好手段，方天画。直到今天，我终于发现你的优点了。煽动人心方面，你还是有点的。他们只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罢了。那么现在还有人要改变主意吗？既然诸位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那我希望你们接下来可不要后悔。现在站在我楚凌风身后的，日后我必定不会亏待。有功夫来这儿口出狂言，还不如想想自己的去处吧。我楚凌风既然敢……楚凌风，我希望你考虑清楚，接下来我们段家可不会再手下留情。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楚凌风的底细连我都摸不清楚，你们怎么可能摸得清呢？不必多说，一会儿自见分晓。好，楚先生，我老头子纵横半生，虽说到了风烛残年，但也不介意跟你疯狂一把。我今天就算是赌上穆氏，也要为楚先生铺出一条天路。那恐怕你们穆家算是白搭了。诸位可好？无名先生到了。楚连峰，你完了。中央广场顶层许久没有这么热闹，拜见先生。大家不必客气，我这次出面只想做一次和事佬，至于没有谈拢，我也会择一人而选。楚连峰，你怎么敢不尊重无名先生？我凭什么要对他俯首？我看就不必协商了吧。海城商会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楚凌风根本不把这次会谈放在眼里。那依你所看，我应该如何去做？依晚辈看，必须严惩此人。无名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看没把我放在眼里的人是你，你还敢教我做事情啊？无名先生，我哪敢教您做事啊？我再有胆量，我也不敢指挥你啊。指挥，说得好。我看你们4大家族是越来越狂妄了。不好意思，无名先生，他不会说话，您别跟这个狗东西一般计较。无名先生，您是不是误会了？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您啊！你这个狗东西，给我闭嘴！你笑什么？恐怕你还没有这个机会让无名先生教导你。怪不得都叫你狗东西，
我可没你那么下贱，被人打。小子，你当真是放肆啊！无名先生在此，你却一而再出言不逊。看来不必动我出手，无名先生便会将你赶尽杀绝，逐出商界。无名先生本是一番好意，将我等聚集于此，再给你们海城商界留一丝回旋余地。没想到你毫不领情。没错，我等倒是习惯了你这飞扬跋扈的态度。可无名先生是何等的高度，岂能容得下你这种狂妄之徒？让我尊敬他？你们在开什么玩笑？我楚凌风拜天拜地拜父母，就是不拜世间凡物的一切。更何况他的身份我一清二楚。楚凌风，你说什么呢？虽然我们不一定要与无名先生结盟，但是也没必要与他为敌啊！这样做只会让我们显得更被动。大哥，安心听着，不要妨碍楚先生。不必多虑，和楚凌风做事只会枉光。楚凌风，我劝你还是想清楚了再说话。无名先生的真容，就连我都未曾见过，你怎么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我看他呀就是胡诌，越挣扎，最后死的就越凄惨。无名先生，依我看，这一切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了。海城商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罪不可赦。是时候让他们灰飞烟灭了。没错，最后的胜者只能是我。好，那我就叫你们四大家族。无名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听不懂吗？无名先生，若是以前这个逆子说错了话，我让他跪下来给你赔礼，你千万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啊！无名先生，都是我不好，冒犯了您，我向您道歉。我向您道歉。这无名先生怎么开始针对四大家族？这兴许又是无名先生的良计。我说，这就是你们说的靠山吗？也不怎么靠谱吧？这场游戏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那岂不是太无聊了？楚小子，这事跟你什么关系？无名先生这是对我们越是惩戒，又没说帮扶你们。没错，再怎么说，无名先生也是我们四大家族的背后之人，再怎么做也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真有意思，谁说无名是你们四大家族的人？无名先生，我知道你心里面还有气，若是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定当遵从。定当遵从。好，那我就让你们这会生落。无名先生，这句话不是认真的吧？之前不是你们跟我说，只要我提出，你们就会去做的。现在你们怎么不做了？无名先生，老夫还是不明白，你在我们背后只是多年和我等的利益绑定的根深蒂固，现在又让我们自毁生路，岂不是相当于阻断臂膀？原来你们也知道被人鱼肉的那种痛苦了。无名先生，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四大家族平时也没少给您好处，事到如今，您不会是想倒戈吧？哎呀，方天画呀！闪，往后！没想到竟被你看了出来，你还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无名先生，这是真的吗？这个小子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竟然放弃我们四大家族？好处？他当然给了我好处，就连我的命都掌握在他手中。无名，你也是时候给大家亮个相了吧？拜见楚先生。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究竟是谁？童总，你竟然就是无名先生！楚先生，真没想到你这招瞒天过海，把所有人都算进去了。我虽然心有所感，但还是震惊的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接下来有更好的戏在后面。当然，这只是开始，重头戏得压轴上。老子竟然被一个楚家的下人侮辱！方天画，你这就是活该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四大家族的背后竟然是这楚家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错，这个无名先生一定是假的。你凭什么说他是假的？你有证据吗？当然，那日我们去拜见无名先生的时候，楚凌风就跟在我们的身后。他早就知晓无名先生的穿着打扮，所以今日才给我们演了这么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要混淆视听。没错，你说的对，楚连风，你可真无耻！你们说的没错，我一直都想提醒你，那一日我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
就是无名先生。说什么？我承认我不是无名，但真正的无名。楚凌风，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你心里不是早就有底了吗？那我也不知道你就是无名先生呀。我凭什么相信你？言尽于此，不管你相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是斗不过我家少爷。好一个言尽于此，我们是不会信的，除非你能拿出来实质性的证据。对，还有尊龙金卡，只有真正的无名先生才能取出此卡。你说你是无名先生，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取出这张卡，证明给我们看。当然不能。中央广场的主人郑云，传闻商界中只有郑总一个人见到了无名先生。小子，这回看你还狡辩！郑总，您终于到了，这里有人冒充无名先生，还是2个，您可得给我们作证呀！既然有人敢冒充无名先生，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郑爷，你来的是不是有点晚了？压轴菜一直都在等你上呢。别装了，楚林峰，刚才郑总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拿不出这张卡，这已经是最有力的证据。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牌货！我确实说过他取不出这张尊龙金卡，但我并没有说过他不是。郑总，您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吧？你怎么能证明楚林峰是无名？难道你们俩在私底下也串通好了？你也配质疑我？别忘了，这里是中央广场，这是我的地盘。不想待，我立马请人送你一程。郑总，明明是你刚刚说过此人无法取出尊龙金卡，那就说明他并不是无名先生啊。确实是这样，这张金卡我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无名先生为了保险起见，他把金卡授权于我，也就是说，这世上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能取出这张金卡。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看看这金卡的主人究竟是谁。什么？少爷？楚凌风，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段志燕，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你还不肯死心吗？我明白了，原来他是楚家一直安排的是海城的暗桩，这个楚凌风把我们都算计了。段老头，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事到如今，你们最大的底牌都在楚凌风的算计当中，你们4大家族已经输了。没想到啊，久居在我们4大家族的背后之人，竟然是这小子！我等终究逃不过命运，逃不过楚家的掌控啊！就凭你们也可以提起楚家？若不是你们栽赃陷害，害得我家破人亡，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都是拜你们所赐。我布局10年，等的就是今天。小子，这都怪你自己，是你的出现威胁到我们，若不把你除掉，我们又何从寻早生路？我楚家崛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损害你们的利益，但你们却迫不及待的想置我楚家于死地。哈哈哈哈！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今日就算不能把你赶尽杀绝，也得扒一层皮。少，你这老头还真是冥顽不灵。少爷身居幕后10年，早已洞悉你们的一切，你们这就是自寻死路。可别忘了，黑金国际受到狙击后也是生不如死。就算你是无名先生，你现在手里只有1张筹码，而我们还有2家。你就那么确信？假的，这怎么可能？这次商业狙击是段家亲手操控的，我就不信你们黑金国际比段家还能砸钱。你可以看看你们段家损失多少。黑金又是什么情况？老爷不好了，现在段家已经损失过1000亿了。黑金呢？黑金基本没什么损失。废物，给我接着砸，死了他们挺不住为止。爷爷，不可！现在段家已经这样子了，再这样下去，段家会万劫不复的。嫣儿，你没事吧？放开你的脏手，不要碰我！嫣儿，你怎么？王天化，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你呀，只是他用来气楚凌风的工具罢了。你在他眼里，连一条赖皮狗都不如。嫣儿，你说的是真的吗？在我心里，你连楚哥哥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你凭什么跟我的楚哥哥相提并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回楚哥哥的心。楚小子，真是害人不浅，我孙女都不比孩子惨了。
算了，他给我闭嘴！史烟一直都是被你坑害的，要不是你10年前一直假婚书，他会陷得如此之深。你一直都在利用他，你根本就……老爷收手吧，段家已经支撑不住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段家怎么会如此脆弱？你们以为我说的不局10年，就只是说着玩玩而已？我以无名的身份渗透到你们幕后，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你们4大家族覆盖的所有领域，全部都被我拿下了。说白了，就是你们出去的钱都在我这儿。怎么会这样？程岩、郑云，直接动手吧，让4大家族土崩瓦解。是，少爷。动手吧，让段家破产。怎么样？这个结果你们还满意吗？臭小子，好歹毒啊！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我这个人尊重长辈。我说过，我会让你们死个明白。楚少爷，曾经手下留情呐。当年我们都是受了段老头的蛊惑，才对你楚家出手的呀。是啊，楚梦，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我们也是被段家，都说段家嫉强妒能，我们也是被他利用了呀。楚哥哥，事到如今，我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多少事情。我堂堂段氏的千金，竟然会愚蠢到相信一个仇人能够回头。可是楚哥哥，事到如今，我只剩你一个人了。止步吧，段小姐，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痴念与幻想。你对楚凌风的感情都是你的占有欲，而不是爱。希望你能早日想清楚，重新振作起来。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痴妄吗？楚大少，这段老头都已经不行了，你的仇也已经报了，是不是可以放我一马呀？是啊，楚少爷，我等保证以后保证与你楚家马首是瞻。你们现在知道道歉？10年前你们在干什么？但凡你们有一家站出来为我们楚家鸣冤，就不会走到今天。想让我放过你们，白日做梦！这份资料我收集了10年，里面全是你们对楚家的犯罪证据。这份资料足够让你们把牢底坐穿。至于我家少爷原不原谅你们，能活着出来再说吧。朱小子，你不能这样啊！我们和楚家族的故交，算起来也是你的长辈啊！楚公子，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你放过我爷爷，你要放过他，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王天化，你是个有孝心的人，10年前的事跟你无关，你赶紧走吧。以后你要是想找我报仇，我随时奉陪，我就一刀捅死你！孙志，这是你欺负燕儿的下场！来人，快把他拉下去，关起来！医生，赶紧给我叫医生！穆老，没事吧？哦，我的天！别管我，快看看我孙女啊！我是不是要死？我才刚刚在一起，我不想死。你别说傻话！赶紧给我叫医生啊！哎呦嚯，宝贝儿来了！哎呀，真好！哎，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吗？来，这儿给你。哎，对，这真好，真好，拿出来，使劲捏开。来，你看，嚯，这大炮好玩吗？宝贝，哦嚯，你看，你爸爸来了。爸爸老爷，我现在的报纸一点意思都没有，上面写的多是你还妈妈。妈妈，你还小，你不懂。我跟你爸爸这样的神仙眷侣。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这什么咖啡这么甜？给我换。这是咖啡吗？这么苦。给我换。臭送外卖的，别太过分了！叫我不
是穆总高看你一眼，我会在这里伺候你。怎么，这就受不了了？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吗？楚先生，这是我为您亲手调的咖啡，加了糖的美式，不知道您可喜欢？还得是穆总亲手泡的，我非常爱。那你就赶紧给我解决问题呀！